我是在一本悬疑小说里发现那张月子中心广告的，号称顶级产后恢复，出月子后保证女性身材恢复如初，甚至水灵胜过从前。我是坚定的丁克一族，按理说这种广告的目标人群不是我，他如今能出现在我面前，必定是有人动了手脚。我拿起那本悬疑小说，陷入思考。小说是今天早上周琴给我的，他说这是他看过最精彩的小说，我一定喜欢。我确实是个重度悬疑迷，也听了他的话，翻开这本书。也就是说，这张月子中心的广告是周琴故意让我看到的。这不是我身边第一次出现跟生育有关的事情了。手机 App 里推送的丁克最终决定生子视频，周琴朋友偶然问起的生育计划，还有上周我和周琴的约会地点竟然是一个出名的亲子乐园，种种迹象都表明，曾经和我一起坚定丁克的周琴想要孩子了。我决定问问他。周琴是晚上到家的，今天外面的雨有点大，但他回家后没有急着换衣服，而是先到浴室帮我放好泡脚水，又去厨房给我倒了杯花果参茶。这架势，谁看了不说是个24孝好男友。他把泡脚桶端到我面前的同时，我也把月子中心的广告推到他面前。多年的默契，他一下子明白我的意思。他开始解释，这是吴勇家月子中心的广告。吴勇你还记得不？大学时我隔壁宿舍的。那天同学聚会，他人手发了一张，我也没在意，随手当书签加到这本新买的小说里了。时间一久，我也忘记拿出来了。周琴笑着把广告纸抽出来，扔在一边。吴勇这个人就是喜欢吹牛，生孩子产后恢复这个事多难啊，被他宣传成轻轻松松。不过他家的月子中心好像真是有点实力的，他自己的老婆也在那住呢。改天我们一起去看看他们一家，吴勇给我看过他家小孩的照片，可萌了。周琴滔滔不绝地说起吴勇一家3口的幸福生活，眼里流露出不自知的向往。我打断他，周琴，你做这么多，不会就是想告诉我，你丁克了5年，现在想要孩子吧？周琴的脸色变了变，又很快恢复成平常的模样，温柔地抱住我。淘淘，你想什么呢？我答应过你，陪你一起丁克的。我身边有你就够了，孩子不孩子的根本就不重要。你要是不喜欢我说这些，我以后就再也不提了。周琴生了张好脸，还有一双桃花眼。说起情话来，年轻一点的女人估计抵挡不住。可我今年30了，什么样的人没见过？我推开他，拿出手机给他展示那些莫名其妙出现的母婴推荐，又点开他前2天给我分享的约会推荐帖，推荐的全都是亲子圣地。周琴，我不傻，人是会变的，你想要孩子了，我不怪你，所以我们好聚好散吧。周琴的脸色变得很难看。季桃，你要和我分手？我点点头，转头进房收拾行李，明天我要出差1周，正好你收拾收拾东西，从这里搬出去。周琴还在喋喋不休，淘淘，我保证，我没有想让你生孩子的意思。我一向很尊重你的意愿，不然也不可能待在你身边这么多年。你所谓的我想要孩子的证据，全部都只是巧合。我没理他。门铃响起，保镖司机已经在等我。周琴还想拉住我，却被保镖用强壮的身躯隔开，他的声音也一同消散在车窗外。我是在25岁那年认识周琴的。25岁，我终于在父母留下的记事站稳了脚跟，正式成为记事掌权者。同年，我回母校拜访导师，碰见刚参加科研的比我小5岁的周琴。导师乐呵呵地向我介绍，这是周琴，今年才大2，就跟着我一起做项目，未来可期啊。周琴长相干净，又因为上挑的桃花眼，纯净的长相中带有一点妖。她红着脸跟我打招呼，学姐好。我上下打量着她，是我喜欢的类型。在遇见周琴之前，我已经遇见过家境贫寒的刚正小白羊，喜欢极限运动的青春男孩，还有文质彬彬的富家子弟。周琴这种还没试过。我开始追求她，倒也没用什么拙劣的手段，只是时不时去导师的实验室指导他的课题，在他被同门刁难的时候出手相助，还有帮他得到了业内顶尖公司的实习 offer。周琴很快向我表白，我答应了。其实最初我只是想玩玩，我认为他跟之前的男人没什么不一样，都是想得到我的钱或者权。就像那个家境贫寒的刚正小白羊，在一起第3个月就开始有意无意地问我什么时候能结婚。他的事做得不干净，手机里有关吃绝户的帖子被我看见。还有那个文质彬彬的富家子弟，家里的摄像头拍下他戳破了床头柜里的所有计生用品。也是，他家里资金链断裂，
急需很大一笔钱，而我深知那是个烂摊子，远远观望，迟迟不出手。用孩子来绑定我是个很好的选择，但是周琴似乎是真的不一样，她很爱我，又或者说表现得很爱我。我很坦诚，对每一任都会提起自己丁克的想法。大部分人的下意识反应都是震惊的，好像无论我站到多高，作为女人，我始终应该有一个孩子。周琴没有，她只是抱着我，声音低沉又轻柔：淘淘，我对生育并不了解，也许我应该先尝试理解你的决定。她没有光说不做，那段时间她做了满满一沓笔记，全是关于丁克一族的想法和顾虑，又针对其中提及最多的生育疼痛去做了生育疼痛体验。然后她说：淘淘，我现在能够理解你的决定了，光是生理疼痛我就不忍心让你承受。恋爱第3年，周琴成为了我恋爱时间最长的一任。我带她去坟墓前见了父母。我18岁的时候，父母出了车祸，双双离世。我知道是母亲的手笔。从我出生以来，母亲逐渐被架空，远离权力中心。公司改姓，父亲出轨，一切不复从前。我是从母亲的遗物里看到这些的。所有的转折点似乎都在她生育后，发现自己被排挤在核心权力阶层外，大项目所有人都下意识地把父亲当作总负责人。更可怕的是她身体的变化。她身体本就因为早些年的打拼劳累不是很好，生育后更甚，精力、记忆力都大幅下降，处理起公司的事力不从心。就这样被我爸这个赘婿钻了空子。他咽气前的最后一句话是：淘淘，我帮你处理好了一切，公司只会是你一个人的，但是日后的路你得自己走。母亲的事情对我影响很大，我身上流着和她一样的血，流淌着如出一辙的野心。我不想步她后尘，更何况局势尚未太平。我爸那边的亲戚，近到亲弟弟，远到远房叔伯，都还在虎视眈眈着继室的掌权位。我必须拼尽全力守住我的位置，我不能松懈。周琴是第一个听到我这段经历的男人。那3年他表现的实在是太乖了，不争不抢，不奢求更多，给足情绪价值，尊重支持我的一切决定。有时我也会允许自己沦陷一会儿。我说：周琴，所以你知道吗？我不能要孩子，我总是觉得还不够，我一刻都不能停，我要向上爬。他握住我的手，那我就做那个看着你向上爬的人。然后就是在一起的第5年，周琴终于装不下去了，他开始用那些小伎俩试探我。我之所以如此敏锐，是因为我看过身边太多的现实案例，有几个和我一样，当初信誓旦旦要丁克的姐妹都生了孩子。他们的对象一开始当然也是支持丁克的，只不过年纪大了后开始动摇了。试探往往从很简单的事情开始，可能是一句小孩子真可爱，可能是一个莫名其妙出现的母婴视频，然后是所谓过来人的建议，接着是不知道为什么破掉的计生用品，最后是2条杠的验孕棒。对象痛哭流涕地诉说着面对家庭压力的不易。我大学时期最要好的2个朋友，一个生孩子前是顶尖律所的顶级律师，一个和我一样接手家业。现在2个人都再也没踏出过婴儿房的门，因此我格外警惕。周琴的心思瞒不过我。分手后的第2天，我吩咐秘书停了我给周琴开的所有卡，并且让秘书给他转一笔分手费。男人的青春也是青春，他跟了我5年，这笔钱他应得的。周琴的电话很快打来，他终于有了怒气。季桃，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停我的卡又给我打钱？分手费。我不同意分手，他咬牙切齿，下一刻又开始哀求。淘淘，我真的没有那个心思，那张广告是我随手放的，不是我想暗示你什么，你要是不信，我可以让吴勇来给你解释。车轱辘话，说来说去都是这些，太无聊了。我挂断电话，顺便全方位拉黑了他。我没能清静多久。1个月后的西餐厅里，我再次见到了周琴。她拿着一束花，穿着我最爱让她穿的那套白西装，看到我一下子眼睛亮起来。我皱了皱眉，但这是公众场所，我也没资格赶走她，所以我只打算无视。她没给我这个机会，拉住我的手，语调颤抖：淘淘，1个月了，我终于见到你了。我不耐烦，我说了分手，你是听不懂人话吗？周琴不回答我的话，自顾自地说：淘淘，我反思过自己的问题了，也理解你的忧虑。你不想生孩子，除了事业的考量，肯定也有你父亲的原因。你担心我会像他一样出轨，给不了你和孩子一个美好的家。那我们就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。
我们签婚前协议，如果我婚后出轨，我净身出户。淘淘，我们结婚吧。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，我想给你一个家。他拿出一纸协议，还有婚戒。单膝跪地。几乎是同一时刻，周琴的那群朋友，还有暗处潜伏的媒体，蜂拥而至。闪光灯照得我睁不开眼。周琴的声音深情至极：淘淘，嫁给我。我重新审视周琴。1个月过去，她的高奢消费并没有随着分手停止。相反，西装外套里的衬衫还是某位法国知名服装师的亲自定制。而那位大师和我叔叔，也就是我爸的弟弟，最是交好。他们是有预谋的。我几乎都能想到，明天媒体上将会大肆宣传这场求婚典礼。周琴的深情和专一被无限放大，要是我在众目睽睽下拒绝她，恐怕会把我描绘成不负责任、玩弄感情的渣女。这个世界对女性的道德标准总是更高些，更何况现在是公司大项目的关键节点，这些年来，叔叔也一直咬得很紧。这个环节不能出差错。周琴还在看着我，我没有忽视她眼里的志在必得。可惜啊，周琴，你就像之前的那些男人一样，做事不干净。我拿出手机，轻而易举的就找到了那几张照片。周琴，我是不会跟你结婚的。拒绝的理由就在这几张照片里。照片上，周琴搂着一个女孩走进酒店，女孩窝在周琴怀里，看不清脸，可周琴的脸却是切切实实被拍到了。我笑着开口，婚后出轨净身出户，那婚前呢？都私会酒店了，弄出孩子来怎么办？我记得私生子也是有继承权的吧？周琴打得一手好算盘啊，不解释一下？周琴把我想得太简单了。我早就察觉到他不甘心没捞到好处就分手的心思，内部的暗线也早就盯紧我叔叔的动作。这段时间他们做什么，每天都会有人跟我汇报。做好万全之策，才能常打胜仗。媒体见到事态反转，纷纷把镜头对准周琴。周琴哑口无言，表情还停留在看到照片时的震惊与不甘中。他终于沙哑着出声：淘淘，你听我解释，这是个意外，这是那天我喝醉酒，有人故意做局，找个陌生女孩扶我进酒店，再拍下照片。有人想破坏我和你之间的感情。我笑意更深。哦，听你这么说，你并不认识这个女孩呢？那要不你再解释一下剩下的这些照片。姗姗来迟的助理拿出一叠照片，扔在周琴面前，都是他和那个女孩的亲密照，一起吃饭的、逛街的、看电影的、牵手的、接吻的。助理在我身侧汇报，周琴是在1年前出差途中认识这个女孩的，两人一直有来往。像这种频繁的、亲密的往来，大概追溯到3个月前。3个月前，周琴开始试探我的时间点。原来做好万全之策的人是他，先试探我生不生，要是我态度坚决，倒也可以曲线救国，走私生子计划。助理火上浇油，一张张照片使劲摔在周琴脸上。周先生，原来你的心还能掰成2半的，一半给季总，一半给外面的女孩。助理的声音不大不小，正好够那几家主流的八卦媒体听见。扛着摄像机的记者不要命一样的冲上来，镜头对着周琴的脸拍。周先生，回应一下，你是凤凰男吗？周先生，请问你是有表演型人格吗？我看着那几家媒体，朝助理示意。助理点点头，已经完全理解我的意思。明天的八卦新闻里，周琴会成为那个伪装深情的渣男，而我则是手腕强势、头脑清醒的女强人。现在时代变了，大家对恋爱脑的女孩恨铁不成钢，大女主的人设反而吃香。我会抓住这波流量机会，多接几个采访，卖公司情怀，做足企业形象。周琴是真没有见过这种架势，这些年我把她保护得太好，到哪里所有人都得尊称她一声周总。因此现在面对赤裸裸的责难，她手足无措，面如死灰。我趁她被媒体纠缠，趁乱离开。走到大门，周琴才似乎回过神来。季陶，她的声音里有恐惧，有不安，有憎恶，唯独没有了初见时那声学姐里饱含的青涩与爱意。我莫名有点感伤，就像是养了很久的宠物死去，你不会寻死觅活，但伤心在所难免。从西餐厅出来，闺蜜收到消息，硬是拉我去她家的私人会所。一排排的春色映入眼帘，或纯情，或阳光，或魅惑。我在心里挑起刺来，这个和周琴有几分像，但眼睛没她妖；这个看衣着打扮是个细心干净的，但我的收拾习惯比较刁钻，还得花时间培养她。
这个身上的香水太俗，用的东西上不了档次，要真跟了我，得额外准备礼仪课。挑来挑去，比来比去，不如被我培育好的周琴。我开始怨恨，周琴，为什么你就不能更乖一点呢？乖乖的跟着我，做我的24孝好男友，收起你那些不入流的算计，不好吗？这种怨恨一直持续到第2天，铺天盖地的新闻都在报道我和周琴的事情。豪门秘辛，女继承人，脚踏2条船，算计不成被拆穿，每一条单独拆出来都是劲爆新闻。我如愿接了几家媒体的采访，又命令旗下的娱乐公司抓住这波热度，开始带货。在去开会的路上，我碰见了季宁。哦，就是我爸的弟弟，我的叔叔。他皮笑肉不笑，季总好手段啊，化险为夷。我回敬，哪比得上叔叔你，我还有很多要向您请教呢。对了，叔叔，您不是喜欢那位法国服装师的定制衬衫吗？我最近终于约到档期，专门定制了一件给您。助理递上包装精致的盒子，季宁看了一眼，脸色大变。那是昨天周琴穿的衬衫，衬衫的领口处还有一抹暗沉的血迹。很显然，他们的一切计划都在我的掌控之中。季宁的声音止不住的发颤，季桃，你个女恶魔，那是你的男人，和你在一起5年的男人，你怎么能那么对他？你不守妇道，违背3从4德，被人玩烂了就该回家相夫教子，你就应该替你爸去死，跟你那个短命妈一起死在车祸里。我无奈的摆摆手，哎呀，实际上死的是我那个贱人爸呢，真是太可惜了。季宁和我爸穿同一条裤子长大的，感情最是深厚。他破口大骂，我无视他，继续和助理低声商讨着事务。和他对线1分钟，都够我赚几百万了。逞口舌之快，不值得。我当然没有把周琴怎么样。那件衣服是我让人从周琴那里买的，血迹也是道具。趣味，我就想吓吓季宁而已。我也没有下死手去报复周琴。俗话说得好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没家的疯狗咬人最疼。我惜命。周琴离开我后，生活消费大不如前。他开始创业，我派人暗中给了他一些资源。这些项目吧，繁琐收益低，这样既能让他忙得忘了来找我，又能让他出不了头。当然，周琴还是没有放弃复合的心思，隔3差5发来短信，偷看我的社交账号更是常有的事。不过再也没闹出什么大动静，倒也算是相安无事。就这样过了1年，我本来以为这就是这段感情的结局，可周琴就是不肯放过我。准确的来说，是周琴身边那个小姑娘惹出的事。那个曾被拍到和她一同出入酒店的小姑娘，在这1年里已经有了身孕。说来也挺好笑的，周琴一边求复合，一边还能让别的女孩怀孕，属于是2手抓了。她找上门来时，我正和几位公司老总谈下1季度的合作。她冲进来，不由分说的给了我一巴掌，又将杯子里没喝完的水肆意淋在我头上。季桃，当小三，勾引我老公，好玩吗？助理连连向我道歉，又试图拦住小姑娘。可怀了孕的小姑娘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，一把甩开助理。你们看看这个女人，水性杨花，放荡成性，和我老公分手1年了，还和他聊天，骚扰他。你们怎么敢跟这种人合作？在场的人打量我的视线多了几分考究。我慢慢的抹掉水珠，在脑海里回忆起小姑娘的名字，蒋安安。从小学到大学读的都是名校，毕业出来工作就进大厂，2年时间成为高级总监，独立负责海外项目组。在25岁那年，他遇见了周琴，辞了职，然后从高级总监变成了抓小三的泼妇。我吩咐助理重新打开电脑，把遥控器交给蒋安安。证据，投屏。什么？蒋安安有点懵。我当小三的证据，我笑着看他，指控人要讲证据。蒋安安的气势一下就下去了，他开始沉默。你不说，我来帮你说。我示意助理打开文件，你老公每一次骚扰我，我都有保留证据。去年8点13，你老公以合作商的名义加我，给我发了一大段缅怀过去的话，8点33分分发的，8点34分我已拉黑。去年9点5，你老公用小号在我社交平台下留言好想你，我也照样拉黑。今年1点3号，你老公换第15个号码给我发新年贺信，逼得我换了手机号。还要我说吗？我拍拍蒋安安的脸，猛地一巴掌扇过去。你是孕妇，不是瞎子。是你老公骚扰我，我什么时候成小三了？看来我展示的证据里有蒋安安不知道的部分，
他泄了气一样的呆滞在那里，捂着脸痛哭。几位老总识相离开。蒋安安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难道你就一点错都没有吗？是，你丁克，你独立，你清高，你是事业女性。可像我们这种女人，想有一个家，难道就是错吗？我想有一个孩子，我想要和他一起一家三口的幸福生活，为什么这么难？为什么周琴的目光永远只落在你身上？我爱他，有时候我真恨自己不是你。我捏着蒋安安的下巴，强迫她抬头看我。你本来可以成为我的。我有调查过周琴和蒋安安的爱情史，实际上是周琴主动诱惑蒋安安的，她故意在她升职失败的时候出现，引诱她。安安，你何必这么累？我有能力养你。你回家，然后我们生个孩子，从此你不用再承受职场上的压力，不好吗？蒋安安答应了。我捏着蒋安安的下巴的力道收紧，但是你选择了放纵自己，所以你需要为此付出代价。我去医院验了伤，又特意抽出时间做了心理咨询，整理好证据，正式起诉蒋安安。诽谤、骚扰对我造成了极大的心理伤害。我就是这样的人，有仇必报。周琴收到立案消息，匆忙赶到警察局。她丑了好多，那张精致的脸蛋已经被生活折磨得满是风霜。我嫌弃地后退了一步。周琴还是看到了我，因为涉及到调解，我们不可避免要交谈。他在我面前思索良久，终于说出了一句惊天地泣鬼神的屁话：淘淘，你花这么大力气惩罚蒋安安，是因为你吃醋了吗？说完这句话，他在警察面前那种萎靡之气荡然无存，仿佛只要这世上有女人为他争风吃醋，他被生活压弯的脊梁也可以直起来。我一时震惊的说不出话。听说你这1年没有再找男人，我就知道你一直忘不了我。我承认，我以前是做了很多错事，和蒋安安在一起也不过是对生活的妥协，我对他没感情的。他像以前一样，自然地拉起我的手，淘淘，放过蒋安安，然后我回到你身边，我们重新开始。你要丁克，我们就不生，我也不会认蒋安安肚子里的孩子，我们就当过去的一切都没发生过。我没忍住，一巴掌招呼过去，觉得不解气，又来了一巴掌。我练过拳，打人的力道很大。周琴两边脸迅速地肿起来，她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我甩甩手腕，你老婆因为惹我现在出事了，你也不想过好日子了是吗？你的公司最近发展的不错啊，新谈下的那个大单子，竟然打败了业内老牌公司，想必用了不少方法吧？你知道我的手段的，我可以让你死得很难看。大概是我那些狠的手段从未对准过周琴，她虽然闭了嘴，眼底却还是有隐隐的得意。淘淘，你竟然有关注我新开的公司吗？他在漠视我的愤怒，他觉得我的愤怒是调情，是在乎他。好，无需继续辩论，我让律师代替我继续沟通，出门给秘书打了个电话。周琴，时间会告诉你答案。周琴有句话说得对，这1年来，我身边没有男人。实话说，30岁，年纪上去了，公司发展也到了关键阶段，我没有更多的精力谈情说爱。不过人总归是需要休息的，公司刚续签一个核心业务，我也终于能放松一下。家里做房地产的闺蜜邀请我和她一起去考察一块待开发的新地，那里可是要被开发成旅游胜地的，风景优美，最适合你去散心了。我同意了。在那里，我第一次见到了江河。他坐在窗边看书，眉眼深邃，戴着眼镜，衬衫的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，隐隐约约露出饱满的喉结。风吹起他额前的碎发，我听到自己吞咽的口水声。闺蜜小声和我介绍，江河，地质教授。这回开发地地形有点复杂，他来协助的。禁欲系教授，有点意思。我主动走过去，递上名片。季陶，认识一下。江河一开始对我爱答不理的，他是典型的优等生，一路名校硕博，毕业又留在学校教书，一生没出过象牙塔。说起话来一板一眼的，明显的学术派。尤其不喜欢我这种浸润商场多年，说话滴水不漏的老油条。我也不恼，强扭的瓜不甜，投其所好才是正道。我摆出一副虚心的模样，常常围在他旁边问各种地质知识，又动了点关系，帮他拿到了2张难得的地质展览门票。江河看我的眼神流露出不自知的欣赏和崇拜。真正确定关系，是我给江河所在的大学捐了一栋实验楼，点名要江河教授作为负责人，在里面开展新的科研项目。那个科研项目具体是做什么的，我也不了解。我只知道江河一直很想做，
但是碍于学院资源有限，他又不善于打交道，因此一直没能立项。那我就帮帮他好了。江河得知这个消息的那天，一向淡漠的脸上罕见地出现了笑容。我也笑了。千金买美人一笑，不磕碜。后面的事情更是水到渠成，我们正式确定关系。那一晚，高高在上的江河跪在我面前，将我的手放在他的脸侧，一路下一道衬衫最上面的扣子。他的喉结滚动，烫得惊人。他说：“解开它，帮我解开，求你。”我照做了，然后我度过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夜晚。我说过我很坦诚，恋爱初期，我如实说了我丁克的想法。虽然江河说你不想生，我们就一辈子都不生，但是经过周琴的事情，我对此表示质疑。男人的一辈子嘛，短则1、2、3月，长则3、5、7年。不管了，大不了再换一个就是。我和江河很合拍，尤其体现在某个方面，他没有少年人的冲动与莽撞，动作轻柔，由浅及深。看来熟男也不错。周琴的电话是在我和江河1周年纪念日的时候打进来的。为什么是1周年呢？因为他经济犯罪，进局子待了1年。我早就说过，周琴做事不干净，不过是派人简单查一下，就已经漏洞百出。他气急败坏，季陶，我不过就是犯了点错，离开了1年，你竟然就找了新男友，真奇怪。明明我和他说过这么多次分手，他都不以为意，可我找到新男友，他好像就终于能意识到我们彻底结束了。季陶，我知道我如今这样，都是当初我说错话，做错事的报应。周琴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，可我也不过是放了一张月子广告，带你去了几个亲子乐园，我做什么了？我们可是5年的感情啊！5年啊，至于吗？至于吗？我笑了，正好，周琴，我也想问问你，我们是5年的感情没错，可你不也一样算计我？你试探我丁克的心思，你联合我叔叔来给我结婚压力，你想让我嫁给你，生孩子，退居幕后，然后你就可以顺理成章掌权记事，一步登天。周琴也不装了，我这么想有什么错吗？我出身没你好，我只是想往上爬，有错吗？我们家就是传统的家庭，女人相夫教子，延续血脉，本就是千年传统。我不愿意改变，有错吗？你当然没错，你只是忽视了一个女人想要往上爬的野心。周琴，把我当成跟你一样的人吧，一样的自私，一样的有欲望，你的所有疑惑都会迎刃而解。周琴再也没有来骚扰我。我需要更新一下自己的方法论，对待大部分人确实是不能够逼得太急，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对于周琴这种贱得慌的，你不拿出点实际行动，他不会放手。我动了手段，让周琴在行业内永无出头之日。他被迫转行，能力不足，只能维持温饱。家里还有蒋安安和女儿，再也没心思来骚扰我。又或者说是害怕，他终于意识到，他所见到的那个温柔安静的季陶，是基于我对他的感情上的。一旦我决定放弃他，他什么都不是。35岁那年，我联合股东做局，正式将季宁踢出董事会。季宁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，彻底癫狂，女人当继承人，反了天了。季陶，你等着遭天谴，你们会有报应的。我笑着拍拍他的脸，败犬没资格说话，接着吩咐保安把他扔出去。同年，公司易姓，姓沈，我妈妈的名字，我也同时改名为沈陶。我到妈妈的坟前向她汇报，18岁到35岁，17年，我做到了。妈妈，你丢掉的东西，我帮你抢回来了。35岁那年，是我和江河在一起的第4年。他很乖，很会审时度势，在床上也会伺候人。对于丁克的问题，更是从没有提出过试探和异议。周边人都羡慕我兜兜转转，终于找到个完美伴侣。可我还是决定和他分手。闺蜜问我为什么，我一桩桩的解释，我已经决定去开拓海外市场了，这就意味着我们以后要异地恋。我不接受异地恋，我是不可能为他放弃开拓的机会的，他也不可能为我放弃国内的科研岗位。就算他愿意为我辞职，日后他也一定会不平衡，因为我永远没法为他放弃一件同等重要的事。闺蜜不解，我说实话，你们实力不在一个层次，你完全可以强迫他跟你一起去啊。我不喜欢强迫别人，我喜欢别人心甘情愿的被征服。我笑眯眯的回答。当然，和平分手后，我会给他打一大笔钱，足够他后半生衣食无忧。闺蜜直呼恶俗，又说我拿钱打发人，糟蹋人家良家妇男的青春。
他模仿起江河那种苦涩又不甘的语调：沈桃，你要和我分手，那我们这4年算什么？我也笑，当然是。算你幸运，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感谢您的收看，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就给我点赞订阅一下吧。衷心祝您吉祥如意，万事顺心。